哎，你好，这是你就开始说吧。你是说有3个例子啊？对，一个是我那个小区里面认识的一个人，就说我前一次忘了跟你说，他是90年代复旦大学的副教授，后来在美国拿了博士，拿了博士以后呢，就在那加拿大的一所大学里面实验室做那个应该是助教啊，还是助理研究员呐、那种职位。后来不知道怎么这份工作没保住，就出去给也是一家那个世界500强的公司做那个气体的分析员。而那家公司我在中国也做过，我们在中国做那个职位，我们请的那就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的一个学生，高中毕业的一个人。我说这个无非就是说他做的也就是一个技工的一个工作。那么后来他就到那个斯兰巴加，也是世界500强的一家公司，在那家公司做那个漓江钻井的漓江的一个分析员。后来工作也没稳定多长时间，就 lay off 了，下岗。再往后呢，他就找了一个旅游公司，就是导游，那相当于说导游给人家开车啊、介绍啊那种工作。那么遇到了国内到加拿大去玩的一对夫妇，据他跟我说啊，那都是不入流的那种大学的教授，但是呢很挑剔。那因为一些拉拉杂杂的事儿呢，就大家有些争执。他开车，那对夫妇坐在车后面，就是不断的就是说他抱怨。他当时可能也是火了，那就跟那对夫妇说，我开车你们这么弄不安全，就劝他们不要再说了。好，就这样把他给投诉了。投诉完了，这份工作也没了。好在是他太太还有一份工作，在家里面。你要知道，一个男人不赚钱，那他肯定是自己比较收敛啦。吃啊，就是2片面包加1片西红柿，再加点生菜，加一个煎鸡蛋，挤点那个什么那个东西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在加拿大吃这种东西哦，在国外吃这种东西是最便宜的，就反正生活就过得就是不是那么开心，只能说是那样。那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一不成功的一个例子。那么我还有一个高中同学，这个是在我们那个高中同学会，他自己秀了一个 PPT， 就某某某的人生。他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物理系，到美国某知名大学就读了博士。读完博士以后呢，就在实验室做博士后。做博士后的时候，他太太带着孩子就跟别人跑了。在实验室里面做博士后，收入是很有限的。那他太太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他痛定思痛，那就是因为钱的事儿闹的嘛，所以就没有继续待在实验室了，又回去读了一个芯片设计 IC 设计的一个专业。读完了以后，就在美国的公司做了2年。而你要知道，像他那样物理学博士，那去搞 IC 设计，他的水平比他周围的人就是高啊。后来就是给那个什么惠普啊、戴尔啊，还有那个什么IBM 啊，那些知名的公司设计芯片，也很成功。就干了2年，他就没干了。没干了就搞到那个风险投资。
他是自己没干吧？他然后就找新的工作是吧？没有，就自己当老板了，啊，就找风投公司，就到中国，在那个杭州就开了一家芯片设计公司，干了几年就把公司给搞起来了。搞起来了以后呢，风投就要他把管理权交出来，那么他依然就是把股份就全部给风投公司了，就拿了一笔钱。拿了一笔钱他也没歇着，就跑到深圳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哪一年？不管那个应该是2010年左右吧。哦，那个时候杭州是鼓励这种企业的，就给了很多鼓励政策。那他卖掉那个公司的时候，深圳也是给鼓励政策给这些公司，他就到深圳又把公司给搞起来了。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，他在美国的经历和在中国的经历。那现在应该是很成功了，应该更成功了。现在上亿都不是个问题啊。那么这是我身边的2个例子，一个是我的邻居，一个是我的中学同学。那么来说的话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吴英和饶毅？这么说我不知道。饶毅前妻是吴英，那么2个很著名的科学家，他们俩在2007年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履历表都是相同的。相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读大学啊是在哪个大学，读研究生是在哪个研究生，博士毕业从哪里毕业，毕业完了在哪里做博士后，又到了哪个大学去做教授。他们都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教授，但是因为吴英是饶毅的前妻，2个人离婚了。2007年，饶毅通过应聘，因为清华大学向全球应聘，他就放弃了美国国籍，也放弃了美国的那个教职，就回中国了。他前妻吴英就还留在美国，那他就回国了，到现在中科院院士，清华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，西湖大学创校独立董事，反正一堆的头衔了。但是他前妻吴英呢，今年的7月在美国自杀了。吴英也是一个就是世界一流的那个科学家，你知道，他不是说那种就是有点名气，属于一流顶级的那种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美国政府不再给他实验室提供资助，西北大学就把他的实验室给关闭，他不舍得离开实验室，那么就叫校警把他驱离出那个实验室。就是从网上的资料说，就是他性格强，受不了，就自杀了。在他同期比他还早，陆源也是一个知名的华人科学家，也遭受同样的，因为美国不是有那个中国行动计划吗？也遭受到同样的遭遇，但他是陆源，就是选择我辞去大学的教职，就直接拿着行李箱回中国了，现在就待在中国待。就人的选择就决定你后面的命运。不，你选择这条道是这个结果，选择那条道就到另外一个目的地，不就是这样？那么从我而言，我不是说我说我的选择就是适合其他人的，我放弃一部分东西，选择另外一些东西，只不过说这个选择是适合我自己的。你比如说，我回到中国，我也没有待在深圳
我们是把深圳的房子卖掉，到腾冲花40万去买了一个房子，买一个小房子，山清水秀。你像那个地方，我还碰见几个北美的华人，因为买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女士就问那个售楼小姐，用美国护照怎么买房子？就有这种事儿啊，有北美的，还有一对老头夫妇也在那儿，每天去游泳。用外国护照也可以买吗？也可以买啊。那个小区有3.4万亩，2000几年、01几年开发的，一室就是30万，两室就是40万，它也便宜啊。我也给你看了那个屋就是水电费啊什么的，对，它也没多少，它那个电费好像就是3毛还是4毛，就那样。我看了，你那个全部一年好像是400多块钱，对吧？一年的水电费。对啊，是啊，那物业费也便宜啊，因为我们退了休以后又不赚钱，那当然就是说成本要低一些，但是来说的话，它整个的一个生活环境要宜居，它整个的它有那个室内的游泳池，有那个温泉，有业主食堂，12块钱就能够吃，荤素搭配，还有一汤，这是我在加拿大不可能想象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4A 级的那个景区，3甲医院，整个环境也好啊，整个小区的花园里面是看不到垃圾的，那总有人在那扫。所以我说这些无非只是说这是我个人的选择，不是说我把我的选择要强加给任何一个人，只不过说多一些信息渠道而已啊。是的。实际上有的时候人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不要想着过不去。你像吴英这种人，他还是那个中国一个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，那你回来不就完了吗？有什么必要自己自杀呢？60岁，何况他前夫还在国内担任重要的职务，也会帮到他呀。是的。所以我说我回国也是一样啊，我不是鼓励人放弃国外。如果说你在国外生活工作很愉快很幸福，你待在那儿没错啊，你连根拔起要回国那也不容易啊。但是问题是说，你如果说在国外像我那样生活的不愉快，工作也不愉快，那我当然选择回国啊，我硬挺在那干什么呢？那不把自己给搞抑郁了吗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人都有各自的想法，你觉得怎么好，那就是怎么过，对不对？别人的想法是根据他来的。你比如说你芝士的鞋给我穿，我穿能不能够穿，是不是？就没必要在那掐来掐去的，有什么好掐的呢？那么还有一张那个照片，就是去年我买车以后在全国跑的点亮的城市，因为那个高德地图有这个功能，你跑过哪些地方它就把那些地方点亮啊，就跟国内其他的区域就不一样。反正回来选择这种旅游的这种生活，也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虽然经常出差，但是以前是工作，就没有那种条件去以旅游的方式到一个地方。现在就是退了休嘛，也没啥事儿干，就到处去转转，品尝一下当地的小吃啊，看看当地的美景啊。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现在选择的这种生活，而且这种生活它费用也不是那么高。好，那谢谢你给网友们的建议，我觉得非常中用。行，那好，感谢你。这就是我的一些
想法。好，那非常感谢你啊，拜拜。